王道，让他进来。王爷，福晋。你用火枪打死了我那么多兄弟，你还敢来？王爷，你是科尔沁土地的主人，我阿布呢？有着西蒙一半的草原，他派我来找你谈一谈，希望可以不用流血，就能解决这个问题。你想做什么？大清的皇帝已经完蛋了，他们自顾不暇，这是个好机会啊！现在有人愿意帮助我们脱离大清。出兵时候，阿布说，如果王爷同意，我们马上罢兵休战。成吉思汗在的时候，可没有兄弟之间流血相争的，更没有勾结外人欺负同胞的。当年多伦会盟，我和你阿布向长生天起誓，关内关外，亲如一家，绝不会背叛朝廷。我不会跟你走。哲伦秘书说：“这样，我把我的火枪分给你一半，我们一起往西，占领更多的草原，把那些部落的人都收回来。这是门好生意呀！”哼！我不要你的东西，我不杀你，你走吧。王爷，看来你还是对火枪一点都不熟悉。枪呢，可大可小。像我刚进来的时候，你的人把我里里外外搜了个遍，可他们哪里见过真正的火枪？王爷，这就是你们的仁慈。希望你能明智一点。王爷，你不要答应他。不要怕，这自然。如果我答应了你，将来草原上的小羊羔都辱骂我；如果我答应了你，长生天都不会收留我的灵魂。开枪！他去有什么了不起？要是再这么固执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今天你们夫妇死在这儿，都没人知道。有人知道。好孩子，杀了他！小姑娘，这把刀，切奶酪还可以，要是一刀弄不死我的话，倒霉的可就是你了。听我的，我皮的口袋里有一包上好的宝石，我向长生天起誓，每一颗都价值连城。你把它拿走，离开这儿，其他的事与你无关。
还香得很。你也配吃啊？妹子，给大伙唱个歌，解解闷。到了，吃吧，吃吧。大粑粑亮了红日头，风沙起卷起红钗头。妹妹在脚上游一游，我在脚下昂起头。满屋里酒香我回首，风起又把烛火吹西楼。看见了我的妹子儿哟，我就摆摆手。很美的样子哦。好，走。多谢太太救我，我要去科尔沁，打仗的地方。你已经到了。你的妹子现在是我的闺女了，你想娶她吗？王爷说了，今儿收兵回去，就把这婚礼办了。啊，我好好养伤，仔细你的脑袋。这怎么回事嘛？这是。王爷回来了！王爷回来了！哥哥和儿子回来了，请问哪位是长四爷？你再说一遍。哥哥和儿子回来了，请问哪位是长四爷？别看了，喝酒啊！顾兄弟，我亲闺女怎么就变成了格格了？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？别问我了，我也乱着呢。这次敌人不战而退，咱们喝这杯酒，可不是因为打赢了。从乌珠穆庆一直到长城，都是一家人。咱们兄弟之间打仗，算不了什么。可现在，有人拿着火枪冲进来了，草原不会安宁了，天下要乱了。我下定决心，
绝不会跟敌人低头。如果你们和我一条心，就把这杯酒干了。哈哈，从此我们科尔沁部落又多了一个格格。你们都见过格格了，额驸你们还没见过。我让额驸出来跟大家喝杯酒。王爷，我们的额驸给我们带来了我们最需要的药品，险些被汉龙这个狗贼坏了事，总算是立了一个功劳，所以我放心，将格格嫁给他。额驸，你想要什么奖赏？土地、牧民，还是做个大将军，带兵打仗？王爷，我有一个请求。和我一起被抓的那些牧民俘虏啊，他们也是蒙古人。我听说他们被抓走以后就要拉去做奴隶，过着牛马不如的日子。我想请您发下一句话，把他们都给放了。哦，那就都赐给你当奴隶。我自己做过奴隶，我知道那种感觉并不好受，所以我不想任何人去做我的奴隶。我的意思是，请王爷还他们自由之身。你是在改变我的规矩吗？就像您说的，如今天下大乱，到处都不安宁。那些旧的规矩为什么不能改？要是王爷可以善待那些他族的牧民，待到日后抵御外敌之时，说不定会有更多的帮手。还请王爷三思。没有战俘奴隶，我拿什么奖赏那些立功的人？你是什么人？敢坏我的规矩？开门！奉科尔沁科夫令，释放所有人等。你们有家的可以回家，无家可归的留在部落里种五季、牛羊、帐篷。走吧。他们都说我们的这位额驸仁慈的像天神一样，释放了那么多战俘和奴隶，你真应该出去看看。哎呀，不过刚刚你说的那些话，我真没想到，连王妃都说她头一次看到有人敢这么顶撞王爷，你真厉害。顶了就顶了呗，对不对？大不了他砍我的脑袋，
再给你换个额驸便是。谁稀罕呀？王爷说了，你留在这儿，他护你周全。我也可以留下来。要是没有你常玉儿，几个古平原也都死透了。我如果还是自由身，就留着在草原上，每天骑骑马，放放羊，挺好的。可惜我不是。多大点事儿啊！头回见你这样，连死都不怕，说话绕这么多弯子，不就是流放吗？你没让朝廷逮住，就算是让我逮到。你这个哥哥是真哥哥，我这个额驸是假冒的。我家中有婚约，我倒没听你提过。之前我跟你提过我爹的事儿，那个时候我家境窘迫，念不起书。那我们村里私塾有一个姓白的先生，他看我可怜，就不收钱教我读书认字。他膝下有一女儿，叫白一梅，上京赶考之前，那是换过帖，放过定的。本来想着科考完之后，就回去成亲。那他如今呢？如今不知道，我一点都不知道。不管怎么样吧，我觉得咱们也是一起经历过生死的。我得跟你说实话，我身为流犯，家有婚约，我配不上你。哎呦，我看真是喝的有点多了，穿了这身衣服，就有点忘了什么格格额驸的呀。逢场作戏吧。王爷，请留步。好，好。快起来，孩子。王爷，我太喜欢这个孩子了。金银珠宝也不稀罕，
我把这个玉佩给你。如果有朝一日你碰到麻烦，就找人把这个玉佩带过来。天南海北，科尔沁的勇士都会赶到，替你处理麻烦。尤其是你身边这个麻烦。我看这小子呀，他不是真心要娶你。我也不稀罕。你真的不想留在这儿吗？就算你犯了天大的错，我都保护你。多谢王爷的深情厚谊，只是我实在是思念家乡，家里尚有老母在，不敢远行。汉龙的事情已经处理好了，这次你来，真是委屈你了。感谢王爷，感恩您盛情款待。咱们后会有期。好，后会有期。请。保重，保重，孩子。保重，孩子。这里边是地契，还有储备金，现银你随身带着，平遥的票号你亲自管。这个您放心，票号这个东西，拼的就是财力。难道李家的财力还比不过他们不成？那岂非笑话？话不能这么说，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齐心协力啊。我听说山西的商人非常团结，这点很重要。老爷，有句话，我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你说。家里有人说，下这么大成本去山西搞票号生意，是不是有点得不偿失啊？难道天下只有山西人能做票号生意？我也是这么对他们讲的。我是怕您跟南边走得太近了，会不会有些太冒险？我有我的布局。哎，爹，我都收拾好了。那就好。临行之前，我有几句话要叮嘱你。孩儿恭领教诲。咱们这是第一次到山西人的老窝里讨食吃，不知道有多少人在看我们的笑话，你不要掉以轻心。是，孩儿定不会折了李家的威风。李家有什么威风？做生意如同打仗，多打几仗就是了。你不要恃富而骄，也不要骨子里瞧不起人，那是富商大贾之地啊。到那之后要多学多问。是。当铺跟银号是一进一出的关系，银钱不能流通的太快，也不能流通太慢，这里面的利害关系。行了，到那你亲自做就都知道了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你这次去是先锋官，不行的话我亲自上，到时候可别怪我挥泪斩马谡。得令啊！你终究还是要走。我一个逃犯也没有资格说这些，你也别胡思乱想。回去以后好好侍奉你爹。你将来会来看我吗？
我是说，跟白小姐成完婚。但愿吧。我家中还有老娘，还有弟弟，经常晚上做梦的时候会想起他们。这些年，他们被我连累了。要是我的家人再有个3长2短的话，我真不知道老天爷能不能放过我。你没对不起任何人，多保重吧。下。撤！逃犯古平原下马受擒，长司一并锁了。窝藏逃犯，同罪相担。逃犯古平原下马受擒，长司一并锁了。窝藏逃犯，同罪相担。老爷，县太爷来了。我问问你啊，这个当铺的账是怎么做的呀？谁做的？他们年前赶做出来的，大贵二贵都看过了。就这么小啊？就这么薄？这5年的当铺的明细是越来越减省啊！哎，他们是不是不把我放在眼里？大贵二贵年纪大了，总是精神不济。是精神不济吗？我看他们就是不把我放在眼里。不就是嫌我没有儿子吗？我是个绝户。哎呀，我可是等你好久了。哎呀，县尊大人来了，有失远迎啊。长司那事儿闹得那么大的动静儿，压不住了，我没法向正面交代。哼，你要跟谁交代啊？这府有府台，道有道台，我一个小小的7品顶子，不交代能成吗？再有啊，那长司身边的犯人，可是个流人，是从宁国塔逃出来的。咱们要是把他给交上去，那可是大功一件呐。上面还派了游骑将军领着兵抓人。你现在让我把事儿压下来，我哪有这天大的本事啊？不行，您得给我指条明路啊！我听说那个犯人本事很大呀，长司去关外买盐，就是因为得到了他的援手，把生意给做成了。这到科尔沁草原呢，又是这小子帮忙。哼，100万军中，直闯王爷的宝藏，有点意思，有点意思呀。这马上啊，就到了官员讨查政绩的时候了。我也想向上运动运动，缺功劳。这几年咱们相互照顾着啊。哎，你就费点心，把这功劳给我，行吗？是我照顾你，不是你照顾我。啊！你做了6年的候补知县，是谁给你花钱买的你这顶领子？靠这点功劳，你就想升官？去做你的春秋大梦吧！
我再帮你一回。你呀，去跟府台大人讲，就说那个人不是刘仁，你搞错了，案子正在查。我呢，去找那游击将军拿钱使唤一下，不会找你麻烦的。谢谢。我真是想不明白，谁干了这个缺德事儿？是王天贵，他不弄死你誓不罢休啊！你说是他？你把钱还他了，他的计划就算是落空。这口气憋在心里，你们也得发出来。这次算我的，没多想一步。是我连累了你，顾兄弟。四爷，莫说这话。咱们是生死之交，是我连累你才对。不就是一套宅子吗？就算你把宅子给他，又能怎样？这种小人，你越是让步，他越是得寸进尺。既然现在已经得罪他了，且往后看吧。提审。你小子真行啊！带了50斤的脚镣，还没被谋破。哎，老犯人了？可不是嘛！当年也是那么沉的家，一路走到宁古塔。要是不跟那些老犯人学这包脚的功夫，怕是现在都走不了道了。朝廷拟判，斩立决。你小子呀，受不了几天罪了。这个窝藏罪犯也是死罪。你说你小子死也就算了，还把别人给坑了。我看到不了秋天呀，就得向你道喜喽。嘿嘿嘿嘿。犯人睡着了？废什么话呀！就你这样的，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，还想冒充县令？回去多读2年书吧你！给我少废话！现在我在这儿舒舒服服的活着，是你快要死了。你还以为你自己是书生啊？你的功名都被革了。我来看你，那就是看个死人。那你跟死人废什么话呀？说吧，除了四爷那套房子，你还想要什么？你想要什么？我能相信你吗？你呀，对我这个人不了解。我们做生意的呢，最讲究信用。虽然做生意有很多阴谋诡计，但是最怕的就是说了不算。好，那我要四爷他们全家平安。说说你的条件。我听人说，你小子在宁古塔和科尔沁草原替这老小子挣了不少的钱呀。你能不能也帮帮我？
你了解当铺吗？我祖上留了间当铺，在我手里越做越大。当铺做得好，首推安徽人，灰骆驼吃苦耐干，也有眼力。记大红色嫁衣一件，衣襟磨损，虫腻鼠咬，帐下有无字无配饰，当银4000。请大贵。大贵看古董珠宝，二贵看木器首饰，三贵看粗本家具、日常用品。这个生意是合法的抢钱，你去当，上好的东西也不过是臭水沟里的价格，就是这个价格翻了利息，你也赎不回来。没希望的人死当，还有心想赎回的活当，出出进进。人死了，钱活了。当铺里的钱是进项，票号是出项。要是你剥皮喝血吃肉还不满足，有票号可以把别人的骨头嚼碎。票号可以存储，可以放贷，只用几张纸，通行天南地北。哼，其实银子呢，一直摆在那儿就没动过，这就是天底下最好的买卖。你听懂了吗？你就这么说几句，谁能懂吗？我就是想和你做笔生意。你心里怎么想的？你可以直言不讳地告诉我。犯人是犯人，生意总归是生意。这些年，我当铺的生意那是越做越大。这些下人呐，都以为是自己的功劳。什么都是他们辛苦努力得来的，为什么要把大头给东家呢？当然，这是人之常情。可是他们错了，东家就是东家。我不能在仓促之间把他们解决掉，那儿已经是一潭死水了。我就需要你一条黑鱼。游进那潭死水，把他们给搅浑了，然后把权力拿回来。你能帮我做到吗？什么时候开始啊？我们到了。伙计们，把旗子都立起来吧，把银车也卸一卸。我们要在平遥城立字号了。老弟，我爹呢？被王天贵扣住了。王天贵让我去他当铺里做事，做得好了，才能把四爷放出来。什么意思啊？总之这段时间，我吃住都在当铺，你们有空了，多去照顾照顾他。我让你走了吗？哎呀，啊，胡先生，我干爹怎么办？
你知道他年纪大了，他受不了那狱里边的湿寒。这房子，我们不要了，行吗？我们把钱都给王天贵，行不行？这能用钱解决，那就好办了。大清律里，逆藏留人者与留人同罪，还不是因为你！黑子，黑子，你干嘛？松开！顾大哥，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只能先答应他的条件，1个月之内，帮他收服当铺里的大龟二龟。那些都是程了经的老狐狸，1个月怎么可以？顾大哥。读了四书五经，学会一身坦荡，翻过陈年旧账，走马几轮光阴，也走历了面庞，演过人情薄凉。我看过万里雪茫茫，也曾被谁紧握不放，只剩这一柴米油盐终会随衣裳，翻一个身，趁机回肠，好戏正在开场。天下有道理千钧一气万两，做人应如同伴，外圆内方，一步烽烟一条路，一生用脚步丈量。嘿，众生万象，粉墨登场，说到最后总是传奇一桩。山里有道，我担当。嘿，日出东方。流过多少血泪，只要爬得起来，纯洁当作小将，还能喘一口气，就撑起这脊梁，扛过刀剑风霜。人生在世本就无常，咬紧了牙关走一趟，凭谁人说痴心妄想，众口随一张，翻一个身，趁机回肠，好戏正在开场。天下有道理千钧一气万两，做人应如同伴，外圆内方，一步烽烟一条路，一生用脚步丈量。千河过尽人间万象，尘埃落定留下传奇一桩。山河浩渺，我担当。日出东方。